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《无话不谈》，我是大家授委任，我是阿勇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下，以前我们都有浅谈品牌，有没有？对，这一次呢，一样介绍一个美国的品牌。没错啊，我们以往介绍那个浅谈某某品牌的这个影片啊，其实回响都还不错。对，那我们这次也趁这个影片呢，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，来自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新英格兰地区的 Alden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期会一定会浅谈一下 Alden 的简易的历史啊，把这个所有关于这个品牌啊，包含历史啊、噱头啊一些热门的款式，我们就在这一集里面大浓缩，浓缩再浓缩给各位，对，大补包。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，原来这个品牌我就有这些重点，我可以摄取到这样子。什么楦型适合我，什么楦型我不适合，有什么热门款式，我们都会在这边一并介绍给大家。对，看下去吧。好，开始了。我们不免俗的，先从那个简单的历史开始。我们刚才带到嘛，Alden 是源自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。那新英格兰地区是哪个地方？你知道吗？所谓的新英格兰地区，对，美国的哪个区域？好了。新英格兰地区，对，新英格兰地区。不要问我啊。好了，那时候那个18世纪的时候嘛，那是美国人，你知道都移民的嘛，很多人是从英国，大英帝国，对，移民到美国嘛，美洲。然后呢，他们刚到美国那个区域呢，因为他们刚到那区域嘛，他们就取名为新英格兰。对，那新英格兰地区其实包含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麻州 （Massachusetts）， 包含缅因州啦，然后罗德岛 （New Hampshire）。你知道我现在听一堆问号，佛蒙特州，然后还有一个就大概康乃狄克6个州它是6个州合成新英格兰地区。其实 Alden 它是源自于它是在麻州啦，对 Massachusetts。但是你可以看它的品牌，不管写出来什么，它是说它都是写一个新英格兰 New England。那就是大家知道，就是 Alden 是源自于美国的这个区域。它是创立于1884年。这年份很重要，等一下就是要记得这个重点，对不对？很重要，因为100年后我就出生了，我1980年出生的。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个重点，强行置入。对，1884年，对，然后创立者是那个 Charles H. Alden， 就一样嘛，其实基本上叫 Alden 啊，他 last name 就叫 Alden。对，那其实。在那个 Massachusetts 就是新英格兰地区，其实除了 Alden 之外，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品牌鞋厂存在啊。你就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有？没有，其实就是那个年代好了，比如说从创立一直到20世纪初之类，那因为那时候是很多品牌百花争鸣嘛。它就是一个制鞋重地，就全部集中在那个区域。对。缅因州到现在都还是制鞋重地，而且它是做莫卡辛的，很多做莫卡辛的品牌就是在缅因州做的。这是题外话。一直到今天呢，在麻州 （Massachusetts 州）唯一还存在的鞋厂只剩 Alden 而已了。哇！因为你知道，就是中间有经历过那很多品牌外移的，工厂倒闭之类的。对，好，那它为什么可以一直活到现在？靠的是什么？大拇指。对，靠的是大拇指啊！一定是一只大拇指的。没错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是，就是说，因为你看嘛，那一个品牌可以从1884年一直活到现在。很猛现在这样是2024年，140年呢，超过了吧？对不对啊？你40岁了，就再加100对，加140岁。天哪！对，140，好，可以。突然开始撒盐了，突然惊觉，哇，真的140年了，对啊，当然就是鞋子已经做得够好，才可以从市场上活下来。没错，坦白讲，那它特色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说它品质好？但品质好其实太笼统了。据我所知，其实 Alden 的楦头选项是非常多，就是人家有说，你今天只要购买 Alden，一定会有一个楦头符合你的脚，就是才是最舒服。你讲到一个重点，楦头的选择是 Alden 的强项之一。不管什么样。杂七杂八脚，对不起啦，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脚型，你都可以从 Alden 的楦头选择里面找到合适你的楦型、宽度、长度，就是你窄脚、宽脚、杂七杂八脚，对，杂七杂八脚都一定会找到合适你的楦型。这就很厉害了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。没错。对，那这可以带到，就是除了楦型之外呢，其实 Alden 呢。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楦头的选择呢？它早期当然比如说做皮鞋起家，但是它在20世纪中的时候，它稍微加了一点，有点不是转换跑道，就是
多加新的支线，矫正鞋。就是往医疗那个地方走了一点这样子。那为了医疗用鞋呢，它就有开发很多新型的楦头，是不是会相对更符合人体工学之类的？就是他们要开始考究这个部分。是，然后呢，他们因为矫正鞋呢，除了我们那个楦型要符合人体工学之外，很多矫正鞋是要额外放鞋垫的。对，那它也因为这样子的开发很多类型的楦头，那我们等一下可能都会稍微带到一下。对，所以说除了楦头选择之外，还有就是医疗用鞋、矫正鞋，然后再来，我认为还有很重要就是它的选用的皮料，皮料也是很重点。那就是 Oden， 大家讲到 Oden 一定会跟什么连在一起？马臀皮，没错。Show Cordovan， 对啊，就是很多人已经把 Oden 跟 Show Cordovan 基本上连接在一起了。那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在做 Show Cordovan， 他单要用 Holloway？ 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美国啊。有道理，对，有道理。原来在美国买日本的马臀皮，买意大利马臀皮，没有啦。我们之前有讲到马臀皮那一集，点一下可以看一下。就是稍微带到 Holloway 的马臀皮嘛，那其实 Holloway 一开始也没有做马臀皮，他是做其他的油皮啊，像什么 Clydesdale， 然后帮什么篮球啊、football 啊那些做一些那种，就是不是只做相对皮料比较厚，然后比较粗实耐用的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是他有开始做 Cordovan 之后，但是因为 Cordovan 它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在那一集有讲到，其实要做鞋子有难度。因为它弹性不好他们的那个成本就会增加。是，它已经要放弃使用马臀皮，就是不再生产了。那但是 Oden 就说我要用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在用 Holloway 的马臀皮了，然后说我要用，我帮你2年份的产量都买下来。我要用，对，我帮你2年，我包养你2年，对，我帮你2年卖给我。对，然后因为这样子的 Holloway 呢就继续生产马臀皮。这也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如果当初因为现在想看马臀皮的那个什么供不应求，全世界都想要马臀皮，都想要 Holloway 的马臀皮，对不对？如果当初 Holloway 没有获得 Oden 的支持，继续做马臀皮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为什么那个 Holloway 呢会把一些最特殊的马臀皮给 Oden 使用。对，就是说它有一些特殊色，它只限定只有 Oden 可以使用。它没有革命情感的感觉。对，这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的。Holloway 的马臀皮是只给 Oden 使用的，在美国。哇，对，只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，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厂牌可能一直熬我也要了。对，那变得就是后来就是说好了，我一定会给那个 Oden 一定的量，有多的我再给你，那我特殊色也会先给 Oden。这有点革命情感在了。那是包养2年的量了。对，那个2年哇，一直撑到现在。对，你看就是如果那时候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，其实现在景色都完全不一样了。但是我以前有看一些古董鞋，他们在当时也有用马臀皮，但不确定那个时候用马臀皮是不是 Holloway。应该也是，可能就是边角，不是，就是说他供给 Oden 一定的量之后，还有多一些量再分给其他的品牌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就是这也是 Show Cordovan 的就是说第3个点 ，Oden 为什么可以活到现在？我觉得材料也很重要，就是说它的选用的皮料都是还不错的。对，刚刚先讲了 Cordovan 嘛，对，然后它其实使用的一些其实它的底料，其实我认为是蛮耐磨的。你就鞋底橡胶部分，对，橡胶部分也是蛮好的。然后就是材料部分。那还有什么点让 Oden 可以继续活到现在？其实鞋子，如果你今天我们就回归到鞋子本质上来讲，这东西要能撑得久，就是你品质好，就刚刚讲材料嘛，结构可以换底，然后你至少你穿的时候是舒服的，就是不容易坏，这些东西都全部含在里面，它至少才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。然后剩下就是靠行销啊。我个人认为啦 ，Oden 的版型在开版鞋面版的话是相当怎么讲成熟好了。就是说你在它任何鞋子的开版，我觉得很难挑到说我哪个线条我想要重拉那种感觉。我认为就是说它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比起来，你会觉得其他品牌你总会挑一些地方说，我想要改什么地方。你说以前我们自己在做这一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个鞋子我觉得哪边不行我觉得这边好丑。然后车线我想要什么，哪地方想要加，哪地方想要减。但是 Oden 的话比较少会让我有想要改或是想要修改的念头，所以我觉得它的面板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设计啦。它的设计当然也带到，就是说它除了最基本款的这种，这个叫怎么讲 ？U-tip 之外，那其实
这种很经典的 round toe 的版型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成熟，没问题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大概都就是它的楦头选择多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什么材料，我都好像阿兹海默，我都全忘了。然后还有设计，对，然后你刚才有带到一个制法，因为它大部分的鞋都是固特异制法，都是可以换底的制法。那接下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Oden 比较热门的楦头好了。因为要我们讲它全部的楦头有点难度，它楦头选择太多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挑了几个我们平常在维修上，亚洲看到的，因为我们其实修就是大家比较常穿的，会拿来修的，比较统整的一些给大家看。是。那第一个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那个好了，这个9901，算是经典款式啊，就是它的 Brush 的那种鞋款。它这个楦头是 Berry Last， 大家很常听到。对 ，Berry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基本的这个 Round Toe 的这个 Plain Toe 的 Boots 也是用 Berry Last， 那其实它是比较偏休闲的款式。对，它其实最知名的那个 Chaka Boots 也是用 Berry Last， 就它的头不会收的那么尖，对，但是也不会像工作鞋这么的圆钝，对，它就其实属性就比较中性一点呐。对，所以但是我会想它是休闲，因为它这个楦头用来做比较正装的鞋子，其实还是有点太粗犷一点啊。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腰线，对，它等于是介于身装鞋跟工作鞋之间的一个楦头选择，所以我说它会是要偏休闲的楦头。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以它的设计上来讲的话，有一些点除了楦头以外啊，我们可能从沿条，一条选择对，然后再就是腰的地方。如果它今天沿条是用我们讲的那种平沿条，比较收里面，然后腰整个收进来，我们可能就不会去特别讲说它是比较休闲的款式，又会偏身装，是对，稍微正式一点，对。但是因为它的沿条，让我们觉得说，它多了一些外面的缝线比较宽，你就会觉得它比较休闲。对，就是比较偏休闲的款式 ，Berry Last。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宽，稍微偏宽，但是宽的话，因为它圆头有稍微其实小圆头的款式啊，收个窄。对，所以说是比较偏休闲，然后就是变成是它比较广泛使用啦。包括像 Chaka Boots 那也是比较偏休闲的鞋款，它就是用 Berry Last。所以说如果你的脚板是稍微比较宽板一点的，其实这个是合适的。所以说为什么 Berry Last 很受亚洲人欢迎啊？因为就是大家穿起来是比较舒服的。因为普遍的人买鞋子也不是为了说每天都要穿这么正式啦。就是它的特色就是不挑脚，这样讲好了。好，这是 Berry Last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热门款，那个 Indy 好了。这个，大家看到这个大家就知道了。这个有上电影的。对。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穿的，在电影里面穿的鞋子，因此简称 Indy Boots。对，超没创意。对，没有，其实他当初在行路上就叫 Work Boots， 就是随给你出穿的啦。对，就是叫 Work Boots。那但是因为后来那个哈里逊福特在电影穿的它，那大家就变叫 Indy Boots。他现在官方也有这样叫吗？官方应该也是都可能都掺在一起，就想说他都这样叫啊，大家听得懂就这样叫吧。对，那大家特色当然就是一个马克缝啦，前面有个马克头，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鞋底跟它的鞋跟，它的鞋底是用软木底，就是真的可以让你出穿的啦。然后呢，鞋跟是有那个不对称的，有个弧度的。那这种鞋跟的设计呢，其实是目的是可以增加这个内侧内腰的那个足弓的支撑性。因为这是要配合楦头，因为它楦头形状可能就是往这边稍微扭一点，有拐一下，对，然后这个就往里面补一下，然后可以增加里面的那个足弓的支撑。那这个有个小故事，那就是说，当初好像据说啦，这都是网络留言啦，就是说哈里逊福那个当时候剧组帮他准备是 Red Wing， 但是哈里逊福特说我不要 Red Wing， 我要穿那个Oden 的。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问他本人。对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那也反正这个故事就流传到现在了。然后这就是 Indy Boots， 那很经典呐。那它的楦头，大家楦头就是使用 True Balance，True Balance 也是属于比较宽版的楦头，然后你可以看它跟刚才那个 Berry 的话差别就是鞋头啦，它鞋头稍微有点比较小方一点点，比较没有那么的偏圆。
哦，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腰部的地方，它稍微比较收窄一点。这个真的很宽呐。对，因为再来就是因为这个沿条款式的关系啦，这个是中规哦，那其实差不多意思。对，就是它主要是它就是鞋头稍微比较粗犷一点，所以这个我也就是它就比较偏工作鞋的款式了，对我而言。好，那这是 True Balance 的楦型。然后就是官方有建议啦，不管是好像是 Barry、True Balance， 好像都建议要拿小半号。就是你平常穿13号的话，你可能只要买12号半就可以了。大致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你平常穿10号可以买9号半。所以宽度正常抓，宽度好像对他没特别讲宽度。举例来讲，我今天 Redo 875穿13号低，那我就买12号半低。之类的，或是他是讲半号了，宽度好像没有特别讲 ，OK， 可能还是试算，我们不要下蛋书了哈。对，毕竟我们没卖，对自己还是试算一下哦。然后接下来楦头，就是我们已经讲到推荐到烂的，这个我也有，来秀一下，哦，这样子 ，Modify Last。啊，刚才有带到就是 Oden， 就是他有开一个新的支线，就是往医疗用鞋，矫正鞋那边去用，那这个就是矫正鞋用的楦头 Modify Last，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大家看腰啦，非常的扭，然后它的鞋跟一样有做内腰有稍微往上延伸，就做加强支撑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 Oden 原厂的鞋跟，这是我们新开发的1280，对，那这个很有趣，就是我们当初呢其实也是用 Oden 的老鞋的楦头，70年代、78年代的那个这个鞋跟来做那个等于是拷贝，但是我们没有一笔拷贝我们做一点跟这个一样稍微的 twist， 我现在秀给大家看，这个是原本的，对，原本的老品的鞋跟，但是呢我们就是不要一笔拷贝的话，我们稍微做一点 twist， 就是我们做的跟这个 Modify Last 使用这个鞋跟一样，就做一个不对称的往内腰延伸的设计，就变成了这样子。有没有？它变得不对称的，这款式纹路是一样的，只是呢外框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那个橡胶品牌，就橡胶鞋底品牌，其实很少出现像这样子的不对称的款式鞋跟。对，因为这种鞋跟其实是要搭配楦头使用，坦白讲。那如果你的鞋子本身的楦头形状不是那种内缩的，硬要使用的话，会有一点。没办法把这特色凸显出来，就是说我这个没办法把它太斜。对，因为它这样扭过来之后，刚好可以接到它这个点。对，因为这双是 Barry Last，Barry Last 其实它的腰是没有内缩的，相对直啦。对，那变成是我的鞋跟腰用的话，其实就有点局限性了，但是外形还是好看的。对，就是像这样子。那这个楦头，这个就是说，也因此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新款的1280呢，也不是一定要说要这种楦型才可以使用，如果你一般的。要使用也是没问题啦，像这样子就是也是很帅气就是可以参考看看。就是说想要换鞋跟的话，也可以使用看看。那包括你是如果是 Indie Boots 的话，想要使用的话，要另外一只脚，也是没问题因为它的 Indie 的话，它本身就是有内差不多也是内腰有延伸的，只是它只有多一个曲度，我们是比较直的，但这是使用上也是没问题的。就是这个我们已经有蛮多 Indie Boots 的那种客人换这个鞋跟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换鞋跟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就是 Modify Last 我们讲了，就是说它是医疗用鞋当然它的外形真的很帅，所以近年在欧洲跟日本非常受欢迎。这是 Modify Last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就是 Army Last 379X。来，其实它跟 Modify 你翻过来之后，你会觉得有点像啊。对，它腰也是微微内缩，所以也因此呢，它的你这个是吗？是啊，我的 Modify 不是你是 Modify，我也是拿另外比较一下。对。这个前掌有点落腮。对不起，讲话不要自己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379X的楦型，你要换鞋跟，也很适合，非常适合，对，也是没问题的。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圆形鞋头就比较圆形，比较钝一点。对，就是它是用来做军官用鞋的，对。
3793这几年在日本也是非常受欢迎。这个有一个尺寸上的重点，因为我自己买这双就一样，跟刚刚那个True Balance 一样，对，跟 True Balance 一样，要小斑马。就例如说，我平常穿7号，我自己啦，那个我的 Modify 就要买6号半，对，6.5，给大家一个建议啦。对，像我这个也是，我平常穿是13号嘛，这双其实我是买12.5C，对我平常穿13D，大家这个宽度我有剪，同时剪啊，那我穿是蛮合适、蛮舒服的，所以大家参考可以剪半码。那接下来的话还有这个我也想介绍一下，这也是老品啊，对。那这个其实也是它医疗用鞋的一个楦头，这叫 CDI， 完全没听过。对 CDI， 因为它真的蛮少，因为它其实有大部分的鞋子是那种很钝的 shoes， 然后是专门，但为什么叫 CDI？ 就是它是我忘了 CDI 是 for 什么了，反正它就是它 Oden 里面最宽、容量最多的楦型。哇！因为它里面就是一定要放鞋垫，它就是要给你放矫正鞋垫用的。所以它里面的不管是深度或是宽度，都是 Oden 所有楦型里面最宽的。那这个我也是剪了半码，还是很大。对，然后宽度我也剪了，但还是大，因为它就是要放那个鞋垫，所以我还有放我们的软木犬垫，那就蛮常穿的了。那其实这一款叫306，刚好是这个楦头座里面，我认为是比较秀气一点，对，比较帅气一点的，比较像正常可以穿的鞋，因为它其实很多的鞋子都是那种很老气。就是真的是那种爷爷在穿，对，那就给你放楦头在穿的CDI Last 这个蛮特别的，大家参考一下。但这个现在有在生产吗？这个其实通路比较少，你可能真的要在一些那种医疗用的一些网站上面，还看得到这个款式，很冷门啊，就不会是你今天为了穿好看才会看到。对，CDI 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就是，来。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，刚刚有提到的矫正鞋的型号，对这个楦头的话，好像叫 True Square， 很明显 ，Square 非常棒，谢谢，相当直观。对，这个就是医疗用鞋啊，这是它的 Surgical Boots，那这个款式叫500，你说开演唱会不用唱歌那500。对 ，Last Dance 那500，对，没有，就是它的设计，你看，就是大家可能会很意外，Oden 电脑出这种 Less Two Tone 的 Monkey Boots， 很帅啊。对，那其实当初也许真的是那种医疗用鞋啦，但是以现在角度来看，它的设计其实非常的头带方，然后这种 Less Two Tone， 然后这整个裁片设计，对，然后我们的 Game Changer 也是灵感是来自这双鞋子，没错，对。那其实我们刚才取下那个老鞋跟就是从这双鞋子拿下来的。这个是它本来的鞋跟，然后后来换上我们的1280，然后这个非常帅气啊！这个是True Square，但这个楦头应该现在没有，现在现行好像没有鞋子是用这个楦头。这个不知道你今天跟 Oden 叫有没有机会？也许有机会了，对啊。还有几个比较热门的楦头，比如像 Van 楦头，就是用来做Penny Loafer 的楦头。然后还有一个叫 Albertine， 对，那其实 Albertine 是用来做 Tassel Loafer， 比较窄啊，对，它稍微比较收紧一点。那 Van 是比较带鞋头空间比较多的，对，做 Penny Loafer 比较美式的 Loafer 鞋，对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脚型是比较偏窄长肉的，好了，那你可能穿 Albertine 就比较辛苦一点。假设你有要买 Oden 的热敷鞋的话，你可以注意一下它就是用什么楦型，对 ，Van 是 Penny Loafer， 然后 Albertine 可能是 Tassel Loafer， 它是不是还有一些楦型也可以做 Loafer， 什么 Leiden 还是什么之类的？也有，对，看店家的定制啊，对，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就是 Loafer 的话，还建议还是可以去试穿，会比较保险一点。因为那个鞋子一不跟脚就很麻烦。对，我们得注意很多啦。对啊，帮你调整一些尺寸，你差半码是就会很惨的。以上就是大概一些比较 Oden 啊，就是我们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。对啊，那其实我就是之前其实跟那个 Oden 在日本的总代理，就是这个那边写 Lakota House， 他是日本的总代理的前社长跟现任社长，有碰过面。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对啊，就是前社长呢，他其实他叫血孝昌。对 Chiwaki， 反正就是汉字血，然后就是他当初有开发自己的
自己的牌子，它除了代理 Oden 之外，它有开发自己的鞋子品牌。其实他们用的鞋底呢，然后那个鞋子那个品牌用的鞋底是我们生产的，对，所以他要开发的时候有到我们工厂来。我们有见过面，因为知道是日本的代理商，哇，很兴奋啊，对，还穿上的，当时见面的时候还特别穿这一双，有没有？我说，你穿 Oden，对啊，之类的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在开发的时候有稍微有见过面了，在工厂碰过面，聊一下天这样子，他英文非常好了，因为他也是那种老一辈日本，就是对美国文化非常喜欢的那一代日本人这样子。那后来他那时候来，他有带他儿子过来。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公司Lakota House现在是儿子接手了，儿子其实蛮帅气的，因为他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儿子刚从美国回来而已，所以还算有话可以聊，就是他准备要接班啦，然后等于是他爸爸还把他带出来稍微看一下世面那种感觉，没有？对啊，他儿子叫血学谭，蛮帅气的啦，年轻人，可能这里。这是对，然后就是那个日本的社长，然后这是血学坛。那时候我们就是也在工厂碰过面稍微聊一下这样子。他现在已经正式接班了。就是这是一些小故事啦。所以跟Oden的日本总代理有一丢丢的。交谈过，有稍微交谈过，对，因为他们在日本真的是做很大，他们做惊人很成功。因为大家可以在很多那种，例如说各种日本杂志，包含像这个 Second，他们都很力推，对，非常力推就关于 Oden 这个美国品牌，对啊，所以他这个日本卖得好之后，他自己其实也会稍微影响到台湾，所以台湾的 Oden 也卖得相对是还不错的。其实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把这个东西推给日本甚至推给美国 Oden 原厂。对，因为他们现在也没有这种东西了。对啊，你看这个也是你们当初使用的，然后就被告了。这应该是请别人做的啦，对啊，他也没写品牌上面。因为以前他们都会压一个 Oden 啊，对啊。这集大概这样子啦。对啊，然后有任何问题，有任何回馈，欢迎留言，我们可以交流。无所谓。